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简约法式烫。首先说明这个简约法式烫的由来呢，大部分顾客他还停留在一些造型烫的审美基础之上，但是呢又渴望新鲜，渴望改变，但是他又接受不了法式烫的那种很多的一个卷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结合造型烫的审美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新鲜的一个烫发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客人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帮助还停留在造型烫审美的顾客，逐渐的去接受现在流行的一个法式烫的一些趋势。OK，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模特的脸型。模特的脸型呢，其实都是偏修长的，按道理讲是适合所有的发型。但是我们在做客人的情况下，不能武断的，我们认为别人适合什么就适合什么，客人满意是首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拿出简约法式烫的提案给他就可以了。侧面我们要考虑的是颅顶，因为烫这款发型呢，可能是颅顶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脸型，他的脸型已经够长，脸型也够长，颅顶这块也够高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去做发根烫了，因为这样呢只会让那个脸型的比例拉起来更长。当然，想要呈现一个好的美感的烫发呢，肯定是蓬松度很重要。我们在日常沙龙中工作的时候，电磨根的话，还有一个做发根烫的话，其实呢很耽误我们的时间。那这个时间，那你收费还是不收费呢？所以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很简单讨巧的方法。我们每个人认为的头顶贴，其实呢根本不是这块贴。我们注意看一下，每个人认为的贴，其实呢是因为发际线、额头这块贴。我们可以看一下头顶它高了，那这块呢缺少2指的一个高度。其实我们只需要把刘海烫蓬松，把刘海这块的蓬松度解决了，那整体的发型的蓬松感就搞定了。而且在顾客的一个直观上来讲的话，他能看到的蓬松点不是头顶上的事，而是解决脸型的。要解决脸型的一个变化，刘海是核心。今天我们长度不需要怎么动，我们先烫，烫了再去修剪，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好了，我们之前判断发质呢，你不管怎么询问，它都准确率都不是太高。最准确的就是先洗遍头，但是洗头的时候注意不要打护发素，用细齿这一面呢去梳。梳到哪里梳不通，那这块几乎就是受损的。而且呢，它这个之前受损，为什么受损呢？是之前染过黑。注意，各位注意啊！如果当顾客说染过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为什么染黑？染黑之前做过什么？因为正常情况下，好像只有漂过才会去染黑，所以说千万要慎重。不管他怎样说，我们最好是先洗完头，不要打护发素，这样就能准确的判断好这款的发质到底能不能烫。当然呢，它这个发质是 OK 的，是可以烫的啊。只能说呢，下面这块的受损程度要比这块呢高出个3度到4度左右，不至于太受损。好，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肯定该做烫前护理的还得做。那烫前护理具体抹到哪呢？哪里梳不通就抹哪里。OK， 这些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烫前护理。也就是我们在软化的时候，到底软化到哪里呢？也是这个小办法，哪里梳不通，先把护理抹在这里，就能区分开。然后呢，我软化的时候就知道应该先抹哪里了。烫简约法式烫呢，我们肯定要明白一点，软化从哪里软化，这是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是先烫再剪的，那先烫再剪，我们要考虑的是卷从哪里出。所以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刘海这一块呢，肯定是必须要烫起来的。OK， 那就是这个刘海，我们留2指，从这里到这里软化，先把它分出来。
烫发刘海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好，顶部应该从哪里软化呢？给大家找的一个标准，刘海留2指，顶部从眉毛到耳点之间去软化就可以了。但是这块软化的时候呢，注意千万不要低角度的去软化，最好是提拉起来，然后放下来，这个最上面这一个点的软化点垂落下来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为了更高效的涂抹软化，我们一定要先把软化的区提前分好，这样的话我们涂抹软化的时候速度才会更快。而且软化的时候特别忌讳的一点就是第一片和最后一片的时差千万不能拉得太长。OK， 现在我们软化之前先把软化的区分好，1、2、3区分好以后，我们就简单快速的去涂抹软化，这样呢就把整体的结构都做好了。那之前第一步软化应该涂到哪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刚刚这块呢是涂抹的是营养部分，那这块呢我们就尽可能不要碰。那这块到底是从这块涂抹呢，还是这块涂抹，还是这块涂抹呢？这个都不重要。由于杠子我们要做的是很大，所以呢下面的区我们要软化到2/3，也就是这块呢留了个4指左右，用健康的涂抹，把发尾受损的留出来。中间这一个区呢，我们就一半就可以了，一半，也就是在上面的1到2指，间隔1到2指，往上渐增1到2指。好，侧区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小细节，鬓角这块儿单独留出来，然后这块呢，我们按照后面的正常去软化，这块呢，我们尽量的靠点根，因为靠点根的目的呢，是想从这块呢做一点点的张力出来。注意每一个发片抹软化的时候呢，都是要提拉角度的啊，不建议低角度。因为低角度呢，它那个切口就会过于的死板。卷杠子可以低角度，但是涂抹软化不建议低角度哦。侧面这块呢，我们需要留个3指即可。水平提拉啊，发尾还是依然留着。然后摆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往后摆。因为往侧面摆很容易就粘在顾客脸上。顶部这块软化呢，我们是高角度提拉起来，提拉起来以后呢，我们大概估算一下最上面这块的软化点在哪里，眉毛这块 OK， 差不多就在这里。好，我们再提拉起来，但是再提拉起来呢，受损头发已经有这么多了，所以我们能抹的可能也只有这么一点点。OK， 高角度的去涂抹，这样烫完的卷，它延伸下来那个接口会比较自然，从直发到卷发那个过渡是最自然的。软化这块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是高角度软化。刘海这块呢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软化到根。但是呢，我们区已经分那么厚的话，那我们能烫的根的呢，我们可以再精细一下。能烫的根呢，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区了。所以这个区这个面儿，我们尽可能的靠点根。注意这个刘海这个面儿啊，我们大概分了差不多3到4公分的厚度，但是呢，我中间又单独的再分了2公分的一个厚度。这个2公分的厚度这块呢，我们是可以尽可能的把它烫的根，
因为如果4公分你都软化那么靠根的话，它是起不来的，光靠2根杠子是起不来的。所以我们细节一定要放在刘海这一块。好，这块已经软化到根以后呢，那这块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从这块再抹，也就是顶部的这个区，我们就没必要留2指了，就留个3指都无所谓了。啊，这个概念呢，等于是里面这一层靠根，外面这层不靠根，啊，就是这么简单的理解。好，在抹完以后呢，我们一定要经常去观察软化。OK， 我们现在呢差不多等了10分钟，10分钟我们没有加热，我们来看一下软化。看软化一个点呢，就是底区，底区我们都知道是最健康的，所以这块呢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因为这块是怎么烫都不会糟糕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顶区和侧面。那我们先来看是刘海这块呢，大概是几成？好，我的判断的一个指数呢，大概是在7成左右。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呢再来看看鬓角处。OK， 鬓角处呢和刘海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看顶部后脑勺这一块。好，差不多也是6、7成左右。因为软化呢，它就是一门玄学，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每个人10个人有10个人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就用这个尖尾梳的这种方式呢，能给大家大概的找到一个数据上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的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80%，还有20%还是玄学。但是这一招呢，是目前来讲是能够帮助很多初级发型师找不到软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方法。拿几根头发用尖尾梳来测试一下，1、2、3、4、5、6、7、8、9、10。我们采用5、6根头发用尖尾梳缠绕10圈，然后呢等10秒。OK， 现在10秒差不多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有几圈，1、2、3、4、5、6、7成左右啊。现在我们要开始抹发尾，这个发尾呢，我们是加了1半的受损和1半的正常，要去涂抹发尾。那涂抹发尾的时候呢，切记不要一薄片的去涂抹了。这种情况下，在沙龙里呢，最好是一大片的搞定。因为发尾染过黑呢，它的软化程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只需要跟它破坏到50%，其实就已经可以出很好的卷了。像先烫再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万一我们遇到这种头发，就是这种不可控的，有的时候软化程度，万一你控制不好，那最后呢导致成这块软化过了该怎么办？最后你只能是剪掉。但是如果你之前已经把发型剪好了以后，你最后再去做修剪呢，其实对于我们现场操作来讲，它是不完美的。先烫再剪，最有效的就是能够帮助发型师能避免翻车，哪怕翻车了，我们也有技巧把它给翻回来。我们在店里面的软化还是尽量的不要太过于快，一定要慢慢的来。软化是和发质有着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抹完以后呢，已经观察到发尾的颜色已经在变了，已经变成褐色、棕色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最受损的是在哪块呢？是在枕骨区以上的发尾。枕骨区以上的发尾这块是最受损的，所以我们优先要观察这块。如果说它已经软化 OK 了，尽可能的停止掉。而且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你在抹受损头发的情况下，一定要先像这样备一碗水。这碗水是急救用的，万一我们的药水调配的时候呢，有时候过于快，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把它刮掉，其实呢它还停留在上面，药水还在上面再进行软化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拿碗直接一浸泡，一刮结束。当然，有的人说啊，我这个时候可以去喷那个 pH 值去停止，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发片的情况下，你去喷 pH 值，你能保证把它喷匀吗？如果你喷匀，你这一片是不是要浪费很多时间？我们也想到，整体都软化好了以后，你现在还一薄片一薄片的去喷，你喷完这一片，那这块它是不是在逐渐还在进行软化中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可取。最好的办法，一碗水一接，几片头发，一碗水一接，瞬间停止，好吧？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场操作的一个技巧。热烫是没办法把根给烫起来的啊，除非你用那个电棒电发根。我们正常的去用杠子去烫是没办法烫起来的，只能找一个技巧。OK， 我们接下来我们一看这个整体的软化，对我来讲啊已经是80%了。OK， 我们可以先洗头。好，第一步呢，我们先梳顺，梳顺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吹风。吹风呢，我们需要把水分给逼走的部分。首先，吹风我们要先把头皮吹干。头皮吹干的目的是为了等会儿我们卷杠子的时候加热呢，避免水蒸气灼伤头皮。注意啊，这个细节。为什么要吹干头皮？就是为了顾客的体验感着想。这是我们在沙龙综合教育两个不一样的一个维度。好，第二呢，发梢的这些水分我们要吹走30%，接下来再植入我们的烫中护理，再去烫卷。OK。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吹到已经接近半干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要抹烫中护理。卷杠子之前呢，像软化一样3等份的分区。首先先把顶区的这块给分出来。好，第二区呢，我们可以从耳点以上把它找开，然后呢，从耳点或者耳后点这块横着过来就可以了。两边耳后点，我们来取决于这块啊，等于是剩下的区呢，我们中间对半开就可以了。耳后点到耳后点。从中间分开，底区这块我们只需2个杠子即可。底区采用平卷的方式，因为平卷的方式呢，能接近于造型烫的印象。28，采用28平卷。稍微带点张力，我们中间这一块呢，我们选择卷5个杠子，提高角度的去平卷。因为中间这个区呢是省事儿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没必要在一边卷3个杠子。当然，你的发量如果能卷4个杠子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4个杠子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太牵强了。好，中间这个平卷完以后呢，旁边一边2个。这块1个，然后这边也是一样，这一个就可以。也就是说，中间我们本来法式烫要6个的，但我们今天简约法式烫呢，中间这块只需要5个就可以。当然，如果发量少的话，4个也是可以的哦。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还是选择用平卷，但是呢是斜着入杠的平卷啊，等于叫斜卷，还是一样，但是我们杠子不是平着的，是斜着的啊，斜着的，等于是压的是后下角，后下角的平卷进去。还有鬓角，鬓角这块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域。想要烫出像眼镜蛇的那种印象的话，这个发片的提拉角度和入杠一定要慎重。垂直头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向前提拉45度，倾斜45度，注意。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和这个一样是压后下角，一定是压后下角。好，压后下角，斜着。斜的平卷啊。好，它是斜着平卷，等于是压的是后下角，等于是后下角的方式平卷进去。好，这边也是一样。注意斜卷，也就是压后下角的平卷。压这个发片的后下角。好，这边呢还是一样，水平提拉，向前45度偏移。好，杠子也是45度，斜着平卷，平卷入杠啊，只是杠子是斜的。好，注意看，这时候我们注意看一个细节，我们看杠子的插头是朝上的，那为什么朝上呢？是因为我们杠子这么卷的时候，它已经紧靠着脸，紧靠着皮肤。如果插头在这里的话，我们到时候在插线的时候，给顾客的体验感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在卷顶区的时候呢，不管它是中分还是偏分，我们都按照中分的去烫就好了。我们先找到中间线，锯齿形。核心最重要一点就是先把刘海的区分出来，刚刚那个烫刘海的那个区。好，剩下呢就卷4个杠子即可，一边2个。也就顶部呢加上刘海，总共是6个杠子。好 ，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卷刘海，刘海我们用26。好，卷刘海的时候呢，我们要垂直头皮再偏移一点点，也就是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垂直90度再偏一点点，那就叫95度左右，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梳顺垂直头皮，然后呢用杠子26啊，斜着，好，斜着入杠。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杠子的排列的基调就定好了。这里排列以后呢，大拇指摁住，然后这块梳顺，食指和中指夹着缠绕过去，然后大拇指再摁住，再夹着过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包上棉纸，得有张力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这块都卷完了，但是杠子的角度是没有变的，然后再原位的再进去。这块留空间的目的是干嘛？这块留空间的目的是
给予这个发根足够的热量，就是让发根呢有足够的热量去加热，它的张力才会更强。套皮筋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套的这个发根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发根这块呢，我们已经留了这么长的距离没有软化，所以不用担心。好，接下来我们再卷另一个。剪另一个缠绕的时候呢，由于我本人是一只手缠绕，所以说我会选择站在顾客的后方去缠绕。还是一样，垂直头皮向反方向偏移一点点，杠子定好基调。好，这边包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纸按在这儿，然后呢，中指把这个发尾和纸呢粘在一起。粘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让它别松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大拇指和食指才能松掉。松掉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大拇指能按住这后面的纸。好，这样2点它就紧了。这个时候呢，随便的包就可以了。当然了，要认真一点呢，最好是把这个折的地方不要折在中间，用3指这方向折在这里即可。好，它这样包过来，发回去是比较顺的。好，套皮筋呢，1个皮筋这种方式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2个、3个了啊。只需要我们把那个着力点给固定好，其他的地方不会松的。接下来呢，我们卷顶上。顶部呢，我们就要用法式的一个缠绕的方式。为什么叫简约法式烫呢？因为底下呢都是用皂棉烫的手法，顶部呢我们会用法式烫的缠绕的方法。但由于是缠绕的时候呢，它会比平卷呢会放大2个号，所以我们会用26号缠绕。26号的缠绕，它和28的平卷比起来是差不多的，悬殊不大的。如果我们用28的缠绕的话，底部那个纹理就会越来越少，最后烫完以后呢，你可能会觉得是一场寂寞啊。好，底部呢，我们2个杠子都朝后，都朝一个方向，平铺缠绕。杠子摁住，然后呢梳顺，再用食指和中指夹紧。好，大家注意看啊，我们虽然软化从这块儿开始软化了，但为什么卷到根儿呢？是因为增加顾客的一个加热的时候的一个体验感。如果我们软化到哪就卷在哪儿，卷到哪的话，你会发现它垂落下来，它灵活的摆度是过于大，摆的幅度过于大了，那意味着它万一剪头，万一他低头捡一下手机啊，或者拿一下东西的时候，这个头发杠子就会搭在脸上，就会无意中会烫伤皮肤，烫伤顾客的皮肤。所以呢，这块呢一定要慎重，因为这块既然没软化到，你还担心它卷到根吗？所以一点都不用怕啊。没有软化到的位置呢，你卷到根它也不会出卷的。而且我们卷到这样的话，可以省一个人力，这个人力它不用单独的去给它吹风去降温，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隔热棒即可。这就是沙龙中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小技巧。好，有一个。顶部垂直头皮，
一个卷度的接口。OK， 好，我们观察一下，现在已经卷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加热。跟药水的不一样，机器的不一样，温度和加热的时间也会不太一样，包括温度也不一样。但今天我用的这款药水呢，它其实算是一款弱碱性的药水。弱碱性的药水呢，它加热的时候需要高温，正常情况下我不会超过100度，但是今天这个呢可能会用到100或者110的温度，2到15分钟即可。好，我们来看一下加热完了以后呢，我们来定型之前先看一下加热的干度。好，这种干度对我来讲呢，就是8成干。8成干是最好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最健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是属于润干的一个状态。来，接下来我们定型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这种程度到底能不能出卷。在这呢，我还是要提醒再说一下，如果说你们回去做顾客的话，尽可能的加干，好吗？刚开始呢，先不要按照我这种所谓的8成来，这个8成是给大家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只是帮助大家看一下8成干到底能不能出卷。但建议大家回去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可以先加到9成干，好吧？先加到全干也行，按照你熟悉的方法，先让它出卷。出卷以后，再慢慢的用我这种方法，慢慢的往下降。往下降的目的呢，都是为了帮助顾客保留好更多的发质，也给我们后期增加顾客的一个返店率。OK， 我们这次呢洗完了。好，28号，而且还才软化到8成，也加热到8成，这对我来讲啊，已经是足够了。当然，我这种方法呢，只是做那种比较 A 类的顾客群体啊。但如果大家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B 类的顾客群体，千万记住杠子呢可以小1号，加热呢可以再干一点，因为别翻车了，好吧 ？A 类的顾客群体，他烫头发都是为了一个感觉而去烫，而不是为了烫卷而去烫。好，我们剪裁的时候先简单去点发尾。等于是这大部分呢都拉在这块来剪一个齐，到后面它会呈现个圆弧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法来剪。我先把色的。好，现在我们只是大概的剪一个齐。两侧剪完以后呢，我们从耳上点这块来寻找一个两边对称的。OK， 这里是一样长，一样长以后呢，我们再过来把这块角再磨一下，把这个线按照耳上点这块呢拉起来，剪一个圆弧形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先不要管别的，先剪一个齐，先把轮廓剪齐。但这个齐只是剪整齐的齐，不是一道平线的齐啊，它是弧度的齐。大概是这么剪，但是呢，里面还有个内角，我们现在先把内角再去掉。来，低点头。内角呢，我们竖着分，然后旋转，也就是能剪到这里面内角的一个长度。虽然是随意的剪的，但是呢，底线一定也要干净。我这个剪裁已经做到这儿，是一定要回斜。OK， 好，底线剪完以后呢，
我们来考虑的是层次。我们这款头发呢，也可以剪层次，也可以不剪。但是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如果说你烫完了，你会发现这个卷度呈现的不是那么多，建议大家剪一个层次。如果你发现烫完以后卷度呈现很多，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剪层次，就剪一个齐就可以了。为什么先烫再剪？先烫再剪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后期不可控的一些翻车的细节。但是今天它这个呢，我们是用的大杠子，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剪层次呢，这个大杠子出来呢，卷的纹理度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今天我们稍微的剪一点点层次，3比1，一半的一半，然后再往下靠一点点，也就是去掉那么多。然后再拉起来，把上面的角去掉。等于是这块呢是一个引导线，这块的引导线，这块的引导线我们要把它提拉起来，然后呢直接延伸到前面4指宽的长度，4指宽的宽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上面这个引导线提拉起来。OK， 刚刚这是我们的引导线，提拉起来，把上面多余的角去掉。这块的角去掉呢，它就成为了全头的一个引导线，等于是一个圆。好，这块是全头的一个引导线，然后再把它放射分开，分开了以后，它就成了全头的引导线。这个引导线我们可以按照斜上45度的去角，放射，往前提拉。去掉，好，黄金点直接拉到这里，然后上一片的一半拉到上一片的位置，好，这么多需要去角。好，等于这一个面儿呢，它出来它是一个半椭圆的，是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圆，斜上45度，这是90度，这是水平90度，它的一个中间45度。OK， 这里的角去掉，然后这边我们拉2片就可以了啊。好，两侧都拉起来，剪了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圆。那么接下来这块呢，我们再以这块作为引导线，把这块的头发呢拉向转角点，以这块为引导线啊。这些头发呢都拉向侧面这个转角点，后面头发拉向侧面的转角点，45度斜上45度 ，OK。然后呢，在中间这一片呢，再往后。再偏移一点点，好，没有多少了。然后这个区以这块为引导线，
这块的头发，这块的头发拉到这里来剪，这块的头发拉到这里来剪，最终成为一个椭圆。好，中间这块再往后，45度斜上45度 ，OK， 没啥问题。然后呢，这块只是周围斜上的一个45度，这里呢达到一个动感的一个作用。那接下来呢，中间这块还有一个水平的这个角，需要把它给磨掉。好，我们接下来刚刚是斜上45度，接下来水平磨角。前面磨不了太多，还是一样，朝刚刚的提拉的方式。OK， 这块磨一个圆，后面往这里上，还是一样可以从这块剪这个圆的一个角。OK， 好，上面的层次呢大概都剪完了，这样的方式去了个角，去了个层次，然后这样的方式去了个角，整体呢它是重量，然后呢上面一个大圆，不是特别层次不是特别高的那种。OK， 后面的层次剪完，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前面的内层次的一个修剪。那么接下来考虑前面层次呢，就首先是刘海，我们先把刘海解决掉，还是一样，再把刘海的区分出来。剪刘海是重点哦，只需要学会这一招刘海，剩下的你不会剪也没关系。好，首先我们先找到中心线。啊，它这个刘海长度其实还 OK， 我们就是取一个在嘴角、嘴唇，然后侧面这个刘海退化点到这里，我们看看需要到哪里。它现在这个长度呢是刚刚到这儿，我觉得也 OK， 也就是前面引导线到下巴。前面引导线到下巴，然后呢，退化点这块的最终长度到下巴的2指就可以，做到剪到这里，因为它还要弹上去，弹上去以后差不多2指。好，这个点和这个点去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但这个连接的时候呢，我们正常情况下我都是先低角度这么去连接，但这么去连接以后，你会发现这块的重量太过于厚重。重量线太重，所以我采用一个方法，这个点和这个点直接提拉起来，直接提拉起来，然后呢，以这个点挪到这边来，2个点到一个面上去结合，这样呢就会把多余的层次和角都去掉。好，这个点在这儿，这个点在这儿。反方向把2个点都聚到一个线上和一个面上。好，这个方法呢，一刀就解决了一个由短到长的推动力，还有解决一个点就是去除重量的一个细节。一刀解决2个技术。好，注意，这样。好，接下来这边反方向提拉 ，OK， 到不到线。解决一个方法。由于热烫呢，它压根就烫不到根儿，所以呢这块呢，你不可能是让它从根儿这块就起来，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烫到离头皮很近的地方。但这块的话，我们需要后期简单一吹，它就起来了。这块起来的话，就能呈现五官这块的一个修饰，好吧 ？OK， 刘海搞定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看看与旁边的去虚连接。
去连接的时候呢，直接从黄金点这块提拉到耳上点，直接到耳上点，然后斜向下45度，45度以鬓角这个点和刘海的这个点去连接。好，我们可以手夹在上面，然后呢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呢，我们到最短的和这最长的，我们去做一个连接就够了。好，这是一个非常江湖的手法。但如果说我们要严谨一点的去剪呢，就需要这么去分了。先分第一片，然后呢以这个点斜下来，找准刘海的点，45度，这么去连接，然后再这么去连接，然后再分下来，再这么去连接。那你会发现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刚用了一招，一刀就搞定。但如果说刚开始你这一刀找不准的话，建议是一点一点的来啊。初级发型师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来。如果说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发型师，我们就没必要再那么复杂了，一刀搞定啊。来，我们再来演示一下这一刀，从黄金点分到耳后点，往前。往前斜下45度，看到了吗？最短的在这儿，然后呢和这个最长的去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由于它这个头发较短啊，我们就没必要再转。如果头发长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么转下来，头发垂落的时候我们再去剪，是最方便的。好，这么去剪完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角需要去做处理，就是一个内角，这块的一个内角。好，大概的层次呢就剪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调亮的柔和处理，就是把刚刚我们切的齐线口呢，用一些牙剪的方式或者是深刻痕的方式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那现在我们大概能看到这个剪裁的轮廓。好，接下来我们吹干。吹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吹的时候呢，我们在做客人的情况下去吹，我们就不用去手绕去吹。我建议大家往直里去吹，往直里吹的目的呢，是为了提前为顾客展示他在家里不会吹的那个最糟糕的状态，好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往直里面去吹，然后呢，我们再教顾客怎么在家里能打理出来他想要的卷度。好，吹之前我们先抹一点点精油，吹之前都要注意这些细节哦，要给顾客养成一个护理的一个习惯。好，现在再进行吹风。好，我们接下来呢，把头发要吹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种自然干的状态啊。现在已经有点自然干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自然干的纹理。如果说自然干的纹理都已经接近于造型感的感觉啊，那说明你这次烫的是非常自然、非常成功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破坏掉这种自然的，要让它达到一个顾客回家达不到的样子。
好吧？我们模仿出来，往直里吹。好，这个时候呢，为了更加的真实，我让模特自己吹，自己在家里吹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好，这个呢是模特自己吹干的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要把它梳顺以后呢，把切口柔和的处理。因为它这个发梢之前染过黑，所以这块呢我们需要再调整一下。调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牙剪，也可以用胖胖剪。我现在先把切口简单的柔和一下。还原提拉角度，去把我们的切口柔和一下。好，我们这样的剪裁方式呢，以短到长，一个大的椭圆，重量都跑到这里来。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下边缘这块的一个柔和处理，向前提拉。剪裁这种先烫再剪的剪裁，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我们该注意的细节还是需要注意哦。也就是基本的剪裁功底还是得有的。OK， 剪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个内部的调亮处理，鬓角，还有刘海，刘海用10%以内的牙剪，做一个简单的柔和就可以。好，外头这一块的亮，我们也需要去调一下，也就是枕骨以下的这些亮，
这些量我们都应该去做一下调节。水平提拉，有点带去除的一种打包方式。放射提拉。好，接下来就是中间的这块的一个重量，我需要中间的这块的重量呢，从内根到这里慢慢的堆积的打包，一下、两下、三下 ，OK。这块的重量还是保留，但是内部得需要做一个柔和的处理，量感需要去除掉一点。空间感制造出来。好，剪裁就结束了。好，我们这个利用顾客自己吹的头发，然后呢，我们跟他抹点精油，先看一下这种状态。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应该是算是顾客回家自己吹。然后呢，简单抹点精油，它可能就会偏向于造型烫那种眼镜蛇的感觉就出来了啊。OK， 接下来简约法式烫呢，它为什么叫简约法式烫？就是吹干了以后，它像造型烫。那接下来我们让它在自然干的情况下呢，它就有点偏向法式烫的纹理，因为我们头顶用缠绕的方式呢，它能出来 S 形状。那么接下来我们喷水寻找一下感觉。也就是当你的顾客他想要法式烫的感觉呢，你就让他去洗手间把头发喷湿，喷到半干，喷完水以后梳顺，喷完水以后梳顺，然后呢再往上把梳直的卷儿再拖回来。然后现在就是烫过的卷呢，该有的卷它都会出来。这个时候你再去抹一点点的摩丝造型品，自然干，它这个纹理就非常好看哦。抹的时候啊，抹造型品的时候，一定是教顾客顺着去抹，不用怕卷梳开，一定要顺着去抹。这样的感觉的话，如果在它自然干的情况下，它是有 S 状的 ，S 形状呢，它就有点偏向法式的感觉。但是呢，刘海我们烫的还是一个大的8字刘海。女生的安全感就是在于这个刘海，不要过于的卷，它就会有造型烫的那种印象。至于这个刘海，我们可以让它还可以再蓬，
我们可以告诉他用一个空心卷卷一下，那种造型烫的印象会更加深一点。然后呢，这个根这块呢，我们可以告诉他简单吹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单独垫个摩根烫还有电棒去烫。但是我是觉得在沙龙里面工作的时候，如果一个头发3个小时之内你做不好的话，我觉得超过3个小时以后，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长了。对于顾客来讲呢，其实痛点加长以后会增加他对烫发的阴影。希望大家能提高这种效率的方式，好吗？好，刚刚那种吹干了呢是纯造型烫的印象，那么现在呢就是有点法式烫的印象加上造型烫的印象结合起来的。OK， 这款就是简约法式烫。